赵氏宗父，我的婆婆与我的公爹定远侯相濡以沫20余载，成为京城一段佳话。在公爹的影响下，我的夫君赵文寻亦是对我一心一意，呵护有加。夫人风大，莫着凉了。而今日不仅是婆婆的寿辰，更是公父出征回府的日子。夫人，这是柳荫，以后便是府里的平妻。文寻，这是念初，柳荫的女儿，给你做妻子。我与你成婚20余载，从未纳妾，早已被京中人嗤笑。若你不同意，那此会好事，天大的好事！侯爷和世子开枝散叶，是祖宗保佑。去开宴，把地窖里那坛20年的女儿红拿出来。侯爷，您再喝点儿。文轩哥哥，讨厌！我早就看腻了苏清河那个女人。原来再真挚的感情，最后都会变作一滩烂泥。母亲，哭什么？为了2个被狐狸精迷了心的蠢货，值吗？赵文寻他当年许我一生一世。苏清河，我问你，你嫁进赵家图的是什么？图他白衣纵马，图他意气风发。笑话！你还当他是你的天？他现在是别人的天了。他连祖宗的脸面都不要了，还能要你？收起你这副要死不活的样子，眼泪只会让敌人快活，让亲者痛心。穿上它，带上你所有的嫁妆单子、房契、地契、私房钱。母亲，您这是1文钱都不要留下，跟我走。这定远侯府，这吞噬女人血肉的牢笼，咱们不要。走，去哪儿？离开这里，去一个没有他们的地方。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这个家从根上就烂透了。是啊，我还在期待什么？赵文寻的愧疚，公爹的恩赐。可若他们当真有心，又怎会带回来那对母女？别发愣，你所有的嫁妆单子呢？拿出来，值钱的一件不留。南城那个3进的院子，西街那个绸缎铺子，不错，都是活产。剩下的呢，在库房锁着。笨丫头，你的东西怎么能放在宫中的库房？罢了，现在说这个晚了。母亲，这是侯府中备的钥匙，今天正好都带走。都带走？您是想搬空整个侯府？爹，娘真能接受您抬柳荫仪为平妻，还有清河，你娘都同意了，你怕什么？哼，男人一夫多妻本就是常态，我这20多年从未纳妾，早已是给尽他体面。再说了，这定远侯府上上下下哪一件东西不是我靠着军功换来的？他只需坐在家中绣绣花、逗逗鸟即可，又有何怨言？文寻，你还是太年轻，离了我们，他们无权无势，又能去哪儿？记住，男人才是女人的天。可我这心还是……你呀，来人，老爷，去看看夫人和少夫人在做什么。是。您是想搬空整个侯府？他们会发现的。发现？等他们发现，我们早就在千里之外。我养了20年的心，不是白养。你公爹以为他带兵是本事，我就让他知道治家比带兵难多了。这是外院库房的，里面有他这次得的赏赐，
那些金银搬东厢房密室里有侯府历代积攒的古玩字画，搬西边马瑟底下有我挖了3年的地窖，藏着真正的银子，不是账面上的。搬，只要值钱的，一个不留。怕了。当赵文寻的眼神落在那个女人身上时，我的心就死了，心都死了，还有什么好怕的？他们不是要美人吗？那我们就让他们抱着美人，喝西北风去吧。好孩子，记住，女人能靠的只有自己手里的钱和同样处境的另一个女人。男人，他们是天，就让他们在天上飘着吧。我们在地上活得比他们好。你那2个丫鬟可靠吗？春桃和秋娟都是跟我一起长大的，叫进来。今晚的事成了，他们跟我们走，一辈子荣华富贵；不成，我们一起死，让他们自己选。我们跟少夫人走。好。春桃，你去外院找到王管事，把这个给他，他知道该怎么做。是。秋菊，你跟我来。清河，你在这里，把所有能带的都打包。侯爷让我来问问，夫人和少夫人可有何需要的？清河心情不佳，我在此陪着，有何事？既然夫人无事，那小的便退下了。清河，我们只有1个时辰，动作要快。这些东西便留给那个叫做念初的新妻吧。以后我只要钱。值钱的都带走，一个不留。都好了，咱们走。侯爷，少夫人心情不佳，夫人在厢房内陪同，并无异常。知道了。看吧，我就说不会有什么事的，最多就是闹闹脾气，明日哄哄便好了。可我这心里还是不安。爹，要不还是去看看清河吧。文寻哥哥，去哪儿啊？侯爷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这洞房花烛夜何不提前？等我怀上子嗣，侯府正夫人的位置，财富皆是我的。文寻哥哥，你可还要出去？不出去了。清河向来性子软，将我视作唯一，明日哄哄便罢了。夫人、少夫人都准备好了。王叔，这些年多亏你了。之后你按计划去泉州，那里会有人接应你。东西脱手后，你和家人就去海外，再也别回来。契书我都给你准备好了。谢夫人。夫人和少夫人一路保重。别看了，以后我们有新的家。母亲，我们这是去哪儿？去江南。我在那里用自己的嫁妆钱置办了一处小宅子，没人知道。母亲，您为何要这么做？因为再不走，我们2个都得给赵家那对蠢货父子陪葬。你真以为那对异族母女是什么善男信女？边关苦寒之地，
一个半老徐娘，一个娇俏少女，能在那吃人的地方活下来，还把赵德和赵文寻迷得神魂颠倒。你觉得他们会是简单角色？他们到底是什么人？我还在查，但我安插在边关的眼线传回消息，这对母女来路不明，极有可能是敌国派来的奸细。赵德那个老糊涂，被美色冲昏了头，以为能靠着他们背后的势力，让自己的权势更上一层楼。赵文学那个没脑子的，更是被那小妖精勾去了魂。什么建功立业，什么家族荣耀，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。这两人为了各自的私欲，把整个侯府都押上了赌桌。我若不走，等着我的就是家破人亡、满门抄斩的下场。对不起，母亲，是我想的太简单了。过去你在侯府是世子妃，是赵家的媳妇儿，你的天是赵文学那个没脑子的。但现在你要学会做自己的天，不要再为一个不值得的男人伤心，那是在浪费你自己的生命。你要把眼泪和软弱都收起来，学会掌管自己的命运，学会让那些背叛你、伤害你的人付出代价。以后别叫我母亲，也别叫我婆婆了，我姓林，名慧，你叫我慧姨吧。慧姨，哎，好孩子。这是我们未来的家底，我把侯府那些死物都换成了这个。王管事带走的是金银古玩，那些东西目标大，我们带的是这些，认票不认人。到了江南，我们换个身份，谁也找不到。这是他20多年来的所有罪证，从私德败坏到克扣军粮，每一条都足以让他万劫不复。这份东西我已经让人践抄了100份，如果我们平安无事，他就永远不会出现。如果他们敢派人追杀我们，侯府就等着抄家灭族吧。来人，上茶。人呢？都死光了。爹，人呢？下人们怎么一个都不见了？我怎么知道？爹，怎么回事？怎么一夜之间一个人都没了？人呢？爹，我看了，清河没了。侯爷，不好了，外面来了好多人，都说是我们的债主，拿着借据要我们还钱。债主？什么债主？我们什么时候欠过钱？是夫人的私印，他们说夫人以侯府的名义借了100万两黄金。100万两！小姐，你说侯爷的追兵会不会追上来？放心，这一路水文波动细碎，官船吃水深，过不了这片浅滩，他们追不上。慧姨，您还懂水文？看水文就知道水的深浅，看岸边的脚印就知道有没有人来过，看天上的鸟就知道附近有没有人烟。多学点压箱底的本事总没坏处，万一哪天没钱了，也不至于饿死。慧姨，我想学，您教我。夫人，前面就是通州码头，人多眼杂，就在这儿上岸吧。老伯，多谢了。
慧姨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等。慧姨，林老板，按您的吩咐，车备好了。货呢？米面油盐还有换洗衣服全在车里。这是我早年资助过的一个镖局烫子手，嘴严，靠得住。咱们不走官道，走小路，半个月就能到江南。这是地丁，能止血；那是野苋菜，饿极了能果腹。到了。孙大哥，多谢。剩下的路我们自己走，回吧，就当我们没见过。有井，有灶，小姐，咱们能烧热水洗澡啦！这是我提前托周婆婆准备的，除了她，没人知道这儿住了人。清河，从今天起，你就不再是侯府的世子妃了。想过以后做什么吗？我不知道。没关系，慢慢想。咱们有钱有时间，可以学门手艺，或者清清静静过一辈子。慧姨您呢？我啊，前半辈子给别人活，后半辈子，我想为自己活。我想看看江南园林，听昆曲，把我以前没经过的日子都经过一遍。还钱！还钱！100万两黄金，白纸黑字盖着你的私印，赖不掉！滚！都给我滚！此时此刻，京城那座空府，怕是已经闹翻天了吧？灶台是冷的，全跑了。爹，宝马全没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夫人呢？去林辉的院子看看。青红，人去楼空，他们带走了所有东西。侯爷、世子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我们等了半天，连我要用金盆和牛奶都没有。就是呀，我都饿了，想吃燕窝粥。闭嘴！我的古玩，我的金条，全没了！爹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反了，真的反了！库房是空的，账房是空的，连林慧那个贱人的私库都翻得连根毛不剩。侯爷，不好了！外面大寨主说，再不还钱，他们
他们就要冲进侯府了！你个贱人！爹，你看这个。他竟然敢凶了我！爹！金山银山，怎么一进门全成了债？哭什么哭？丧门星！贱人！苏清和林慧，你们这两个毒妇！慧姨，这今年新上的雨前龙井，味道确实清甜。苦日子过完了，这茶喝着自然是甜的。曾经以为那座侯府是我的命，如今梦醒了，才发觉这世间海阔天空，痛快至极。清河，这就是我们下半辈子的底气。春桃，你去一趟钱庄，把银票兑成现银。这几个京城的铺子尽快脱手，咱们不能留任何京城的尾巴。是。夫人，我一个人去。放心，这是我远房表哥的地址，他会帮你。记住，万事小心。钱不能只放在手里，要让钱生钱，看账本、算利息、评估生意，这些才是你该学的本事。慧姨，我以前在侯府就像个木偶，现在才觉得自己真的活过来了。你比我想象的要聪明得多。慧姨，这3家铺子的进项虽然稳，但开支冗杂，若能砍掉不必要的伙计抽成，利润还能再翻1成。这1个月你像块海绵一样，学得比我想象中快得多。你对数字有种天生的敏锐。以前在侯府，我觉得账目是枷锁，现在才发现，这些数字背后竟是如此广阔的天地。今日城里邀月楼有场高级商会，你随我同去。可是没有可是，你现在不是侯府世子妃，你是苏掌柜，你要习惯这个身份，更要让整个商界习惯你的存在。赵文学，你以为你困住了我的一生，却不知我的心声才刚刚开始。林掌柜，是。诸位，这位是苏掌柜，我新的合作伙伴。孙掌柜，这是咱们自家的一批稀有药材，请过目。品相确实是顶尖的，只是苏掌柜年轻，这行水深，这价格嘛，恐怕得比市价低2成。孙掌柜说笑了，这盒子里是500年的野山参，还有几株已经绝迹的雪莲。您是行家，应该知道这些东西有价无市，低2成。我想城里愿意原价收这批货的药铺，应该不止百草堂一家。我若非急着周转，断不会出手。孙掌柜若没诚意，那这买卖便不做了。这，苏掌柜果然是女中豪杰，是在下眼拙了。按市价，百草堂全要了。
这不是赵文学给的赏赐，更不是家族的施舍，这是我苏清河凭智慧赚到的第一桶金。恭喜你，苏掌柜。慧姨，这只是个开始。侯爷，这瓶子底下崩了块瓷，最多给您这个数。这可是前朝孤品，当初买入时花了5000两，你就给50两？世子爷，如今全京城都知道你府上急着脱手，除了我们号，谁还敢收？哎，赵德，你答应我的凤冠霞帔呢？当初说进府就是小福，现在连个像样的簪子都买不起。库房都空了，你还要什么凤冠？文寻哥哥，你看看我的指甲，多久没用上好的靠单了？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今晚在世，府内几时缺过这些？他打理家事井井有条，从不曾让我为银钱发愁。文勋兄，你这衣服好像是去年的旧款了吧？怎么定远侯府如今也落魄至此了？我只是穿习惯了。想当年，嫂夫人每年都要给你定做20套新衣，哪件不是苏绣云锦？如今这布料，怕是伙计穿的吧？听说了吗？江南最近崛起了一位神秘的苏掌柜，出手阔绰的很，刚盘下了城南最大的药材生意。听说是位极美的江南女子，终日戴着帷帽，神秘的紧。苏掌柜，江南女子。苏清河那个逆来顺受的性子，连算盘都不会打，怎么可能是翻云覆雨的商界大才？倒酒。没钱了，账上最后一份银子也没了，现在连酒楼的账都结不起，全京城都在看我的笑话。吼什么吼？老夫不是还在想办法变卖成交的那处庄子吗？想办法？当初若不是你色令之荒，非要把柳荫那个妖女带回来，何至于此？母亲和苏清河搬空了库房，那是咱们顾家几10年的积蓄啊！混账东西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自己不也是被那个小的迷了魂儿？我哪知道他们母女竟是这般贪得无厌？说这些晚了。你当初若能守住苏清河，咱们侯府何至于沦为京城的笑柄？滚！给老夫滚出去！清河在时，被褥总是带着阳光的味道，茶水永远是温热的。为了一个女人的新鲜感，毁掉了自己的家庭，断送了自己的前程，值得吗？为了这种女人，真的值得吗？小姐，慧姨，定远侯府彻底完了。说说看，侯府欠了巨债，赵德变卖了所有家产，连祖宅都抵了。皇帝龙颜大怒，削了他的爵位，贬为庶人。他那是治家不严，咎由自取。他们一家挤在城西破院子里，谁都躲着走。赵文寻天天酗酒打人，那对异族母女天天和他对掐，闹得鸡飞狗跳。好了，京城的事到此为止，以后谁也不许再提。母亲，我想用在邀月楼挣得钱，开一间绣庄。在侯府，我的绣品是讨好男人的玩意儿，现在我想让它成为我的事业。好，要做就做最好的，咱们去物色铺子。酒香不怕巷子深，
咱们不选繁华街，要选这文人墨客聚集的清静地。开业！这些图样都是新设计的，各位夫人请看。这针脚，这配色，真是绝了！这个我要了，我也要，都有，各位别急。清河，祝贺你！从今天起，你不是谁的妻子，不是谁的儿媳，你是云庄阁的掌柜苏清河。我终于找回我自己的名字了。这酒很辣，可我心里比蜜还甜。掌柜的，您看，这幅春江水暖刚绣好就被王夫人订走了。大家辛苦了，现在的客人不爱龙凤牡丹，就爱这山水雅趣。清河，咱们半年赚的钱，看一眼都让人心惊。慧姨，我总觉得像做梦。这不是梦，钱是次要的，重要的是我们证明了自己。大家伙瞧瞧，这云中阁的线下水就褪色，还有这花样，分明是托我们锦绣坊的老底。各位夫人小姐都是行家，大家自己看，谁的针脚更细，谁的配色更雅，谁的料子遇水不掉色，一目了然。你说呢？对，错呀！这锦绣坊的陈胖子自己手艺不行，竟会泼脏水。是陈掌柜，看什么看？这家店不吉利，赶紧滚！沈姨，他们天天堵在我们店门口骚扰客人，绣娘们吓得不敢来上工，客人也不敢上门，生意一落千丈。咱们报官吧。官府和他们是一丘之貉，对付流氓就要用比他们更流氓的办法。小姐，流氓跑了，这几位大哥是谁？这是镇上曹帮的兄弟，来帮咱们看场子的。慧姨，您怎么请动他们的？我打听到曹帮老大是孝子，他娘爱刺绣，我送了幅百寿图，又应承了帮里红白喜事的绣活。清婉，有时候人情比钱管用。林掌柜，苏掌柜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。陈掌柜，打开门做生意，凭的是本事，不是手段。再有下次，就不是曹帮看门这么简单了。绣庄大了，需要人手，与其招人，不如收养这些孤女，教他们立身立命的本钱。慧姨，我赞成，在这里没人敢欺负他们。看着他们的笑脸，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，这比在国公府锦衣玉食要快了10000倍。小姐，不好了，他找来了！谁？这镇上还有谁能让你吓成这样？钱世子，赵文寻。让我进去！我要见苏清河，我是他夫君，我是他夫君。哪来的疯子？咱们掌柜的是这江南有名的苏掌柜，认识你这要饭的？这不是那个晃了好几天的乞丐吗？还敢肖想苏掌柜？真是阴魂不散。哼，看来那破院子的日子不好过，让他想起你的好了。慧姨，我心里乱。乱什么？怕他还是心疼他？我不心疼，我只是恶心。好，那就下去。有些脏东西得亲手扔进垃圾堆里，心里才干净。
清河，真的是你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你穿的这么好，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好苦？这位客官，你认错人了，我叫苏清河，云庄阁的掌柜，我不认识你。你不认识我？我是顾景言，我是你拜过天地的夫君啊！我夫君，我的夫君在1年多以前就死在他爹带新欢进门那天，死在他对别的女人笑的那天。清婉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跟我回去吧，咱们重新开始。回去？回哪儿？回那个卖掉的国公府，还是回你现在住的破院子？清河，我知道以前是我不对，我不该被那个女人迷了心窍。这1年，我想了很多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只要你肯原谅我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赵文学，我们之间早就结束了，你走吧，以后别来找我。你这个毒妇，你偷走了我们家所有的钱，害得我们家破人亡，你还想一走了之？苏清婉，你把钱还给我！原来你不是来求我原谅的，是来找我要钱的。我告诉你，那些钱是我婆婆林慧女士的私产，是我苏清河的嫁，跟你们赵家没有1文钱的关系。我们只是拿回了本该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。你胡说，那是侯府的。是不是胡说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赵文寻，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，我奉劝你一句，有手有脚就自己去挣饭吃，别活得像条狗。把门关上。各位评评理呀！我夫人卷了家产跑了，让我那老爹瘫在床上没钱治病，他却在这儿吃香喝辣。呸！你这要饭的，苏掌柜给过你机会，你自己手脚不干净还赖人。哎，这人天天在这儿，看着真晦气。掌柜的，那无赖又在那抹黑您，要不我们去把他轰走？由他去，他想耗就让他耗着。对付这种烂泥，你越理他，他越觉得自己是个人物；不理他，他自己就没趣了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小子，给你脸了是吧？天天堵在苏掌柜门口，坏兄弟们的财路。再敢在这耍无赖，把你手脚打断喂鱼！小姐，他终于挪地方了，看他那惨样，怕是撑不了几天了。那是他自找的。小姐，保长说那赵文寻在破庙里病倒了，又冷又饿，快没命了。知道了。小姐，你真的一点都不想去看看？秋菊，如果躺在破庙里的是我，你觉得他会来看我一眼吗？那不就得了？人要先爱自己，才能爱别人。去爱一个伤害过自己的人，那是蠢。苏掌柜，小雅不见了。有人看到她去哪儿了吗？她是第一批被我们收留的孤女，才13岁，长得很清秀，手也巧，是绣坊最好的苗子。看门的说，一天下午有个男人在院子外叫小雅，说他是小雅的远房表哥，给他带来了家里的信，小雅就跟他出去了，再也没回来。对了，我在小雅的住处发现了这个，是赵文寻，这是在报复我，他要毁了小雅。别慌，他个废人跑不远，传信给曹帮兄弟，全城搜，翻遍每一寸地，也要把人给我抢回来。破庙、城门口，甚至是乱葬岗都找遍了，就是没消息。他带走小雅，就是在剜我的心。掌
掌柜的，找到了，在城外10里的野狼洞。小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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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雅。放开我！你走开！救命啊！张文旭，你住手！别怕，姐姐，小雅，没事了，姐姐来了，没事。苏掌柜，这烂人怎么处置？送官，拐带少女，意图不轨，我要他这辈子再也碰不了女人。明白，大牢里的兄弟会让他明白什么叫生不如死。姐姐，我是不是没用了？胡说，你是慧心院最好的苗子。尝尝，你最爱的桂花糕。慧姨说过，女人能靠的只有钱和同处境的女人。可经过小雅的事，我才明白，能保护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。我们必须变得更强，强到任何人都不能再伤害我们。你们干什么？苏清河呢？让他来见我，我有话跟他说。苏掌柜忙着教书育人，没空见烂泥。既然你管不住下半身，兄弟们受累，帮你除了这祸根，免得你再出去害人。清河县衙判了5年监禁。哦，就一个哦。不想知道他在牢里的惨状。听闻他不老实，得罪了狠人，那条作恶的腿彻底废了。等他出来，也是个彻头彻尾的废人。那个人已经彻底从我的生命里消失了，不重要。慧姨，我想好了，慧心院能给他们一个家，却护不了他们一辈子。那你想怎么做？我要办一所女子学堂，不仅教刺绣，还要教读书、识字、算账。我要让从这里走出去的女孩，个个都能顶天立地，再也不必依附任何人。苏掌柜，听说你要办女子学堂？教那些丫头片子读书算账，真是异想天开。古往今来，女子无才便是德，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？最后还不是要找个人嫁，相夫教子才是正途。就是，别把好端端的江南风气给带坏了。带坏风气，我看是带坏了你们这些男人的财路和美梦吧。各位，慧心学堂不仅教刺绣，更教自立。想嫁人的，我们教她不被欺负；不想嫁人的，我们教她能靠自己活得精彩。小姐，快看！不仅是咱们收留的孤女，连城里赵员外家的三小姐也来报名了。只要想学，不分贫富，慧心学堂都收。慧心院不再仅仅是一个绣庄，
她成了一个象征，一个所有不甘于命运的女人都向往的光芒之地。掌柜的，京城、岭南3家分店的货已经备好，全是咱们学堂出来的姐妹亲自把关。做得好，记住，慧心阁不只是卖绣品，更是卖咱们女人的风骨。苏掌柜，若非学堂教我算账涨价，傅家那些妯娌哪能高看我一眼？如今连我公爹都夸我能顶半边天。那是你自己的本事。我们不再是婆媳，而是这世间最亲密、相依为命的母女。慧姨，今天是你的寿辰，你看，他们都来了。祝慧姨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辛苦你了，清河。今天我高兴跟你说件事。慧姨，这是你公爹赵德的。5年前他就死了，被削爵后穷困潦倒，病死在京城的破院子里。那柳氏母女呢？柳英受不了苦，早卷钱跑了。这头发和信是以前口府的老仆人收敛残尸后辗转送来的。他写了什么？忏悔，说他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我。临死才想起您的好。慧姨，您原谅他了？原谅？我把信烧了。人死了，说什么都晚了。我只留了这撮头发，看着最后一眼，了结了。我这一辈子不信情爱，不信男人，只信我自己。争了一辈子，斗了一辈子，直到今天，我才觉得自己真的赢了。慧姨，您不仅赢了，还救了我们所有人。你看，咱们有这么好的家，这么多好孩子，没有男人，咱们照样活得精彩。慧姨60岁寿辰之后，身体渐渐不如以前了。她把学堂的事也慢慢交给了我，我成了慧心阁和慧心院名副其实的大家长。掌柜的，入冬的批次已全部发往京城。账目虽重要，但质量是慧心阁的命，万不可松懈。小姐，不好了，老夫人晕倒了。慧姨，您醒醒，学堂的孩子们还在等您去剪彩呢。清河，别哭，这辈子我值了。真香啊！是啊，今年的桂花开得特别好。
清河，我想回京城看看。慧姨，您的身体经不起颠簸。我知道，我就是想在死前再看一眼长大的地方。那个家虽然没什么好回忆，但毕竟是我活了半辈子的地方。好，我陪您去。慧姨，吃一口，咱们就快到了。慧姨，我们到了。京城终于回来了。慧姨，到了。昭德，我回来看你了。这杯酒，敬我们相识一场。从此以后，黄泉路上，你我再不相干。走吧。清河，我把你婆家都给刻完了。你以后可得给我养老送终啊！好，慧姨，我给您养老送终。清河，这里面是慧心阁和慧心院所有的气质，还有我的私印，你要替我好好保管。以后这个家就交给你了。慧姨，我答应你。你要好好活下去，活得比谁都精彩。老夫人，老夫人。慧姨说过，她不喜欢哭天抹泪。今日我们送她去她最想去的地方，送慧姨，宋院长。慧姨，京城困了您半辈子，但这江南是您一刀一枪杀出来的自由。您生于京城，困于侯府，但您最爱的是江南。您留在这里，看着您的家，看着您的孩子们，我们都会活得精彩。慧姨走了，我的主心骨也跟着碎了。这宅子再大，没了它，也只剩空洞。是啊，他留给我的不只是家业，更是这些孩子的未来。传令下去，慧心阁不仅要开遍大江南北，更要出海，把咱们江南的绣品卖到天边去。
学堂规模扩大1倍，不仅招收孤女，只要想读书的，不分贵贱。慧姨，我会继承您的遗志。做得比您更好。你这使得你漂亮啊！还在院长，我家那小孙女去年在京城办的秀展拿了头名，多亏了您的教导。我家那大丫头现在管理着3家分店，利落得很。我那丫头啊，这一生我受过辱，斗过狠，也辉煌过。我虽无亲生子女，可这天下独立自强的女子，皆是我的孩子。雨抛长街看风流，山川不念旧，浮世为狂野无忧愁。长桌斜阳不满流，慧姨，清河，快来！慧姨，我做到了，我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模样。战世间最烈的酒，我尝了微微高楼，看尽天下何人可似他无言。